好，持续来关系在东亚这边最近的关注焦点啊。那么，美国密切尔航太研究所今年度有一份报告，就是中国军力追踪报告，当中指出呢，从卫星影像分析，中国大陆解放军在福建省5座基地，还有广东省的1座基地，部署了大批的歼6无人机。那报告分析说呢，这个解放军改造了大约有500多架的。原来就是人在开的啊，就是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歼6的这个飞机，而且呢，在临近台海的6座基地啊，部署大约有200架的这样的一个战机。那这些歼6战机的飞行模式啊，未来成为无人机的话呢，会更类似像这个巡弋飞弹，那到时候呢会大量攻击台湾、美国或者是其他盟军的目标，有效的重创防空系统。所以改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透过原来的有人机变成了现在这种，因为你看它体积还蛮庞大的哦。像我兄怎么看到，这歼6改造成无人机，它主要的目的是真的是消耗防御力，它的战力到底有多强？怎么评估？我每次听到这个消息，我都是觉得完全是不知道从何说起。为什么？讲这种报告人，他还说他是航太研究所，你知道吗？因为讲这种话的人，我必须说他绝对没有在飞行线上待过。为什么这样讲？今天中国大陆他来说哈，他今天要来耗掉我们的防空系统，他其实弄一个造价相当便宜的无人机就办得到了。对，他不需要花大钱去维持这些除役战机，因为你知道这些除役战机它的维持不是说你今天摆在那边，我今天要用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油加一加，什么就飞了，没有那么简单呢。以一架战机来说，像以前我们的那个 F104新式战机，在民国82年，因为飞行那个任务之后出了状况，它有一部分有30几架飞机，它把它叫做停飞可用机。这个停飞可用机，它当然你说还是要有个人去每一个礼拜每个礼拜有3趟要去干嘛？做大滑，也就是说要做一次完整的飞行程序，然后嘞飞机到跑道头点那个后燃器，全力推进1000尺，它把油收掉，就飞机不起飞，但是要完整一整个飞机的这样的飞行操作程序，这样才能够维持这些飞机处于那种就是可用状态，还是要热车啊？对，它一直要这样子。但你说像现在这种无人机来讲，你说今天做一个专门，比如说用来消耗你的这个防空系统这些无人机，像比如说这次你可以看到美国被这个伊朗的这个见证者无人机搞掉多少防空飞弹，对不对？其实根本不需要花那么大钱，因为你如果说像这样一个除役战机，你要像我刚刚那样讲，第一你还要花改装的费用，因为你像那个那个歼6，也就是米格19战机，它的操控是传统机械操控啊，你还要弄一套类似像机械人接收器的这个东西在座上面，你要花一笔钱，花一笔钱之后，我刚刚讲，你这个飞机你要维持它持续运作，那这个运作呢，你要维持它整个服役的规模去做，又要花多少钱？那但你像我刚刚讲，见证者，你今天你在这个真正要打仗的时候，把它发射出去就好了，一架飞机了不起才大概3万美元的这样一个那个成本打死，那你要花这个长时间，等于说你要把这个歼6飞机还留下来，要拿它当友人老爷战机这样把它养着，而且时间到，所有要换的零件通通都要跟着换，所以我每次看到这种东西，我都觉得拿这种东西拿来骗钱的这种研究所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居心不良。对，你说中国大陆有没有在做歼6无人机？有，为什么？因为去年他们的长春航展的确有展出这个歼6无人机。那歼6无人机干嘛嘞？就是比如说今天以美国来讲，美国他把这个除役战机拿来做无人机，像他现在连 F16都拿去当改装成那个无人机干嘛？对，就是要测试它的空对空的飞弹或地对空的飞弹，因为这种空对空、地对空的飞弹，在美国法律规定，我今天这个飞弹要研发出来，要到服役，我要经过对这种模拟战机要经过多少次的这个设计，它有一个法定的程序。今天中国大陆如果说要让它的武器在世界各地有口碑，我没有那么多的实战经验，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今天有做过这么多的实际测试用。对，所以呢，像这个东西，这种除役战机，通常要么少量改装作为靶机。大部分你说5个基地有200多要干嘛？那个东西就是如果今天解放军认为可能会因为台海冲突造成美国对这些周边基地攻击的话，这些东西摆在那边搞叫做防空诱敌机。我们中华民国空军也是那些宝贝老爷 F5以前幺洞四除役干嘛都把它摆到那个机场的那些土机堡里面，干嘛呢？甚至有些 F5还把它用合板做个三角翼定起来，你知道，让它从空中看起来像是幻象两间。对，原因就是要让它做这种叫做防空诱敌机。所以你说今天你要把这种除役战机拿去花大钱让它维持它操作，然后真的到这个要那个打你的时候，这些那个除役那个无人机飞得起来飞不起来还不知道，那我还不如干脆打一架这个2万美金成本的这种见证者无人机这种等级的东西来得划算吧。所以我每次看到这，我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所以你的重点其实就在于说，
有必要吗？因为从成本上面的考量来讲的话，其实真的是划不来，划不来，完全划不来，完全是划不来。你搞这个东西，你要花，等于说把这个老飞机用服役的标准继续维持下去，才能够维持它今天要用的时候能够用。像你看，美国汰除掉2000架 F16，那这2000架 F16可以拿来改吗？不会，他每次改个十几架干嘛？他拿来做好这个测试，就是打这个还有靶机，对，当靶机用。你说今天他当初他在长春那个航展展的这个公司，他的确也是说，我今天主要是做靶机研究之用，但是他并没有说，但是你看好事就好，发挥无限的想象力，但发挥这种想象力的人，我只能说他绝对没有在飞行线待过。的确啊，这是不管是从先前发生的俄乌战争，或者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中东，就是美以伊的战争啊，其实都在强调在武器方面呢，不断去研发是用低成本、低价的无人机去消耗这个防空能力啊。但是真的有必要是把这个有人机原来是有人在开的这么大一个飞机，那全部把它改成无人机，就确实啊。值得思考。好，那么在这个传出说解放军部署新武器的同时呢，也看到中国大陆的军工系统啊，最近出现了人事的大地震啊。因为风暴的核心呢，就是直指曾经担任过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党组书记兼董事长的谭瑞松，以及呢被誉为是歼20之父啊，歼20之父的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杨伟。那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3月25号做出了一审宣判，判谭瑞松死刑，但是缓刑2年啊。那另外呢，法院提出的数据显示啊，谭瑞松贪污受贿的金额超过了7亿人民币。另外，上个礼拜我们曾经也讨论过，中国大陆的这个科学院他们的网站更新了院士名单，结果呢，被誉为是歼20之父的杨伟，他的姓名跟个人简历啊，在官网上面已经完全找不到，被移除了。在中国大陆的学术跟科学界啊，这个撤销院士的荣誉其实是非常罕见，而且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处置。好，那现在从谭瑞松、杨伟这2件事情，他们都先后的落马哈。我们怎么看？就是解放军在反腐的这一波肃贪也好，反腐也好，为什么现在大把的火都烧向了军工研发的体系？这个部分我们怎么观察？这个当然就是反腐倡廉，一直是大陆最近几年对公部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措施。主轴主轴。那2023年那时候火箭军出现问题啊。那时候就开始就是调查军工系统啊，那当然你要知道这个调查一定它会一个案牵一个案，一个案牵一案，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其实是过去这一段时间内在这个不仅是这个所谓的火箭军、飞弹，在核武、在雷达、在航天的这些领域那已经被调查，然后已经处置的那么几乎已经差不多有10个了。光院士级的也会有多名，所以它是一个全面性的。因为大陆查这些案子有一个原则叫倒查20年，也就是说他要把案子一直追到20年前，溯及既往。溯及既往。像这次谭瑞松跟这个杨伟他们都已经退休了，退休以后的案子才爆出来。爆出来以后，事实上他就开始查。那你要知道，谭瑞松跟杨伟他们共事一共15年。所以他们2个的很多案件是同样的。那杨伟事实上，他从2003年就开始查，当时他在前任的职务他就有受贿。那在后来的这个职务里面有一连串的这些受贿的这种情形。是。那当然你要知道，一个体系单人受贿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能行得通，所以他可能形成一个一个网状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就看出来查，不过这个显示说，中国大陆对于军中的腐败，它是要不论官阶，不论重要与否，它都是查到底。一连串的反腐打贪是不是也凸显出一件事情？就尤其对军方来讲，就代表说解放军是随时做好可以打的准备。对，因为你军方的腐败是很危险的。你如果说他这个操守有问题的话，那你这个不只是他在这个采购过程中中饱私囊。他也可能出卖情报，了解。对，所以这个对于我觉得对任何的这个组织，尤其军方组织，要维持内部的这个纯净就是说忠诚，非常重要的。是。那你说对这个武器发展会造成多大影响？我倒比较好保留，因为这武器发展是一群人，这2位他是已经退休的，所以他还是这个武器发展应该还是有第一线的后面的这个年轻代还是在继续在做。
东亚最近看到在日本这边也是加强他们的军事部署因为日本的防卫省就宣布说呢，会在3月底之前在九州熊本部署射程1000公里的这个12式陆基反舰飞弹性能提升型。那打击的范围呢，涵盖了东海，还有整个朝鲜半岛，甚至延伸到中国大陆的上海地区包括解放军海军经常会通过的宫古海峡。那另外呢，根据 Defense News 报道呢，自民党和维新会正在针对防卫装备移转3原则进行关键性的协商。日方高层也倾向允许向合作国以外的第三方出口，来确保呢跟像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的第6代战机计划，那无非就是希望打开他们的海外市场我们先说这个长城飞弹在熊本部署的这个长城飞弹，现在连大陆上海都纳入了打击范围，这难道不会引起中日关系更加紧张吗？现在中日关系已经不好了。那个事实上已经部署上去，这个发射器的话，在前阵已经放上去。如果说是飞弹本身的话，应该是在31日的时候应该会放进去，而且它已经展示出来。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话，我就请了之前的3星退将帮我做一个演说。他怎么说？我们用他的 PPT 来正式给各位观众做一种解释了。它的地方叫做熊本建军驻屯地，也就是西部方面总监的总监部。那总监部的话，它负责就等于是从熊本到西南诸岛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部署在熊本的一个原因，我们就会看到它会画一张图。那画一张图的话，就是应该是这个地方吧，就是它的打击范围1000公里，1000公里。然后还有一个，现在日本也拿到的战斧巡弋飞弹呢，大概1000公里，所以等于是又画了一个圈。但是附属在熊本不等于是飞弹永远是在熊本。那为什么是选择在熊本，不选择在离岛？因为你放在离岛不能够搬去熊本，放在熊本很容易就可以搬到离岛。而且熊本的话，它放1000公里，你现在的划分大概可以包含台湾北部。那如果说把这个飞弹平时有状况的时候，再往南部牵扯到九州的南部的话，你就可以把整个台湾再包括南海就包含进去的。所以他们提出一个概念，日本加美国加台湾的概念。往南移的话，就是大陆东南沿海都可以进去的。所以它的飞弹事实上是移动式的，甚至它也可以移到宫古岛和所谓的 Okinawa 岛，都是可以移动。这是他们提出的一种想法。那它的 PPT 我们给各位观众做一种解释。第二个的话，刚刚主持人您所说的防卫装备3原则，防卫装备3原则的话，现在的高市提出一个17个领域来发展经济，17个领域其中一个是防卫产业，所以它就会在3月6日，事实上也算通过了，因为自民党就是执政党提出给高市嘛，就是通过。那一通过的话，它就是可以卖给同志国、同盟国，这样可以提升他们的意志力，就希望战事不要去发生，因为他们发现中国大陆，而且今年他们军备又提。